山，在某个时刻，它不再只是一座山，它是一场梦，一段情，一次难以忘怀的人生回忆。Mount Kinabalu is one of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Southeast Asia. 这一次，来自台湾的我们将要首次挑战海拔超过4000公尺的大山。这也是我想送给我女朋友小莫的30岁生日回忆。也许我们能摘下星星，但我们可以到达离星空最近的地方，寻找那一份无法言喻的感动。有人说 ，To walk in nature is to witness 1,000 miracles。当我们踏出台湾登山的那一刻，就注定在海外的另一片土地上，找到全然不同的崭新体验。世界很大，有太多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。Mount Kinabalu， 我们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袁唐。你们知道东亚有3山，人称一神二玉三富士，分别是位于台湾的玉山、日本的富士山以及马来西亚的神山。这3座大山都被当地人认为是一生一定要爬一次的大山，而我就差马来西亚的神山了。这一次受到大马最有名的华人登山团 Evider 的邀请，带着小莫一起飞往海外，挑战这个海拔超过4000公尺的大山。各位，我们抵达沙巴啦！我们这次解锁新的国家马来西亚，原唐或哪里频道嘛，当然是要来爬山。然后这次我们要挑战一个很酷的地方，比玉山还高。没错，4000多公尺就是马来西亚神山。其实台湾关于马来西亚神山的资讯非常少，大多也是英文界面，资讯也有落差。一般来说，神山的行程通常建议安排3天2夜。第一天抵达山脚下住宿，第2天攀爬到半山山屋，第3天登顶下山。身为外国人，如果参加他们的行程，你只要自行购买机票，于指定的时间到机场集合后，接下来就无需烦恼啦。Evider 会有专车接送，中文领队也会全程随行。这一次带领我们的是创办人之一的阿瑶。第一天前往神山山脚下的路上，一般会停留1个补给点，车程约3小时左右。由于我们比较早抵达，时间充裕，阿瑶便先带我们吃了当地著名的餐厅后，才正式上路。从沙巴市区到神山山脚下，车程约3小时。我们中间在超市补了一些零食，又在抵达住宿前外带了一家有名的只有在沙巴才吃得到的山猪肉。这是这边有名的沙巴出名的这个山猪肉，他们都是拿来烧的。哦，只有沙巴有而已。哦，这个只有沙巴有。来吃吃看，给小莫来选好了。他说你可以选部位。满满的香气直扑而来，最适合为隔天上山补充能量。我们在路上与阿瑶分享彼此国家的最高峰神山，然后这是玉山。3个小时不知不觉便抵达目的地了。各位，我们下车啦！现在时间是将近6点，然后我们抵达了今晚要住宿的地方。好久没有在海外登山了，希望这一集能非常精彩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晚餐时间，我们现在在神山的山脚下，然后阿瑶带我们来了一间民宿，叫做 Happy Garden 快乐花园。然后呢，这是它简单的一个晚餐。那我们自己刚刚买的这个山猪肉，我们等一下要来享用，这个是沙巴才有的东西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们应该是吃完饭，你才会来进行那个 briefing。对。吃完饭，阿瑶仔细的跟我们做 briefing， 讲解明后2天攀登的路线、时间以及相关注意事项，最后还签了爬神山的生死状，听起来怪吓人的。各位，生死状要来签了，爬神山要签生死状。第2天一早吃过简单的早餐，我们坐大概3分钟的车程就会抵达神山公园。3分钟我们就到神山公园了。
各位，神山就在我们后面啦！原来看得到哎。这个国家公园这边的话，就是我们会由这个 Aviator 他们的向导呢，先开始进行登山的入山的登记这些东西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会分配我们每个上山的团一个。就是当地的这个登山向导，那他们通常都是只会马来文跟英文掺杂，讲的也不是很清楚的英文。这一次好险有全中文的领队全程协助，省了很多沟通的心力，也交了一个好朋友。最重要的，到哪里都要拿着。好，如果你没拿着的话，他去关都还不给你过了。OK， 所以吊着身上就好。好，这是原汤的。OK， 我们做完登记了之后呢，其实我们就是让这个客户们。跟背夫姐姐他们要背多重这样子，所以是可以请背夫，也可以不请。可以的，所以请背夫的话就是1公斤14令吉，大概96块台币，就是差不多100块台币。现在就是在登记，我就在记录多重多少钱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就是从下面大概1500啊，然后做一个5分钟的车程。从山底下上升大概300到1800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们的登山口了。OK， 好，终于我们正式前往登山口啦。其实，在神山公园下面等待的期间，远远就看到神山耸立在眼前，那种感觉非常特别。接下来，我们坐车前往神山登山口，在这里，神山公园的向导会再次跟大家进行 briefing。基本上来爬神山是一定会有一个当地向导陪同的，而这些向导都是由沙巴当地的原住民卡达山杜顺人担任，而 Kinabalu 也正是他们当地人的神山。这是跑山的记录保持的人员，不是哦。From this point to summit 8.72公里，这里就是真正的登山口了。其实它本来有2个路线可以上去，然后另外一个好像之前天灾的时候就垮掉了，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走这个唯一的路线 A 进 A 出。之后我们要正式的入山，然后他们这边都有关口，然后要给他看牌子，牌子上面都有你的名字，所以他们是一个制度蛮完整的一个登记哦。那就是要派一个华语界给台湾人，或者是中文的最完整的神山全记录。OK， 在这里。从登山口至半山山屋一共是6公里的距离，一般耗时4到6小时。途中会经过7个 checkpoint， 每个休息点都会有厕所以及桌子椅子，规划得非常完善。开始爬的第1 K 会先下一小段的阶梯，再步入一小段平缓的林道，之后才会慢慢开始陡上阶梯路。我们走神山一开始呢，就是这样子无止境的阶梯，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这阶梯它没有到很垂直，就是我觉得是一般人可以负荷的那种程度。不会说像是你爬中横4大一样啊，就是很陡这样，还行，这个坡度我觉得还行。0.5 K 了，1900。我们明天要爬升到4000。0.5 K 处海拔约1935公尺，而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半山山屋在海拔3200公尺左右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至少爬升1500多公尺，说起来也算是一场硬仗了。原本的阶梯就比较大，看这边有这种贴心设计，一个都一小格一小格的。啊，爬山喽！各位，我们到第1个休息站，是不是很快？应该这个1公里就到一个。它还有垃圾桶，然后有厕所，规划的挺不错的。毕竟呢，阿瑶刚刚说这里是马来西亚第1个被列为 UNESCO 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。所以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算蛮重视的，它的这座山。松鼠来了。神山休息站的一大特色就是这些可爱又烦人的松鼠啦。它们基本上每一个休息站你都可以看得到，非常有趣。在海外登山，什么事情都显得特别新奇。路上我们就发现，这里的背工背负包包的方式就跟台湾的协作很不一样。他们不靠腰带，而是把重量全部依靠着双肩背上去，非常厉害。到了。休息站挺多的，对，神山目前为止相对上还算是
简单的。它这样子休息点超多的，其实新手超级友善的，难怪人人都可以爬。对啊，各位，这里呢就是上到神山大概1公里多，会第一个展望的地方。然后其实如果平常没有云的话，它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神山的山顶的。但现在的话有云，所以看不到。不过整体来说，还是一个非常漂亮、有 view 的一个地方，可以马上来做拍照的动作。OK， 我们到了第一个展望点，可以看到下面，哇，看得蛮远的，1.5K， 2164公尺。好，继续前进。接下来从2K 到4K， 依然是土木阶梯陡上。我们沿路又经过了第3个和第4个休息站。最后终于抵达中午的休息点，也就是第5个休息站，在这里享用午餐。哦，这个休息点也比较大。对，通常上山下山，午餐都会在这边。哦，这是我们准备午餐，第一次爬山这么舒服，连午餐都不用准备。真的，我们平常都自己来。那我发现台湾山屋午餐都是需要自己准备的。对。然后有这个三明治餐。这边就要喝美露吧。这边是一个休息的大厅，就大家都会挤在这边吃午餐。你看很多人。不过现在12点19，我们又再度出发，踏上继续前进的路。大概预计可能2点半、3点前，我们就会到达半山。我在马来西亚神山遇到也是台湾人。嗨，加油加油！听说你们上去的时候风景很好。昨天，今天天气很好。今天天气很好。对，希望你们明天也是。而且他也是跟我们找一样的。AB 的。AB 的，开心开心。服务怎么样？很好，很好。推荐推荐。OK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加油，拜拜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在我身后的就是马来西亚这个神山他们新盖的山屋。那未来的话，就是3天2夜，其实走到这边4公里就会有一个山屋了。然后它的容纳人数也会提升很多，超酷的。这现在正在兴建中，预计可能半年到1年会完工哦。你这影片什么时候拍？你讲一下今天的日期。现在是2023年的4月，所以应该2024年你就有机会。就是可以住在这个新的山屋。不过这边离上面已经不远了吧？2公里。2公里，这2公里是比较辛苦的。哦，这是比较辛苦了，开始会比较陡，空气也比较爆啊，空气比较，因为现在这边已经2700、2800公尺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出发吧。上一秒才信誓旦旦，下一秒马上就遇到被搬运下来的人。看来神山是想挫挫我们的锐气吧？看到这个后面就是神山，如果你来这边体力不行不能下山的话，你可以叫向导背你下山。可是1公里600马币，600马币，这样多少？67，哇，超贵的。4200，对，如果从半山背下去6公里的话，就是大概3600马币。3600马币。可是它也是要看你的体重。那真的，你最好要吃瘦一点。从4K 开始，你会发现脚下的石阶越来越明显，土地也开始变成黄土色，树木林相也越来越矮小。此时的我们正在持续逼近海拔3000公尺。随着我们不断上升，我们也逐渐离开丛林带，开始进入比较有展望的区域。现在到了一个岩壁路段，我想说这个角度其实也看得到神山上面，但是现在也是云啊云啊。最后第二个山屋，5公里了，前面就是5公里。出来了，看见了。哇，抵达3000米了，5K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3000以上，然后那个它的植物的样貌也已经比较不一样。从5K 开始，随着海拔提升到3000公尺，空气逐渐稀薄，这里也算是我熟悉的百岳高度了。神山的山头不时出现在我们眼前，路上的景色再度转变，高海拔的林相，连路上的石头都变成黑色的大块石头路，整个风景啊，就是都不太一样，就会有一些新奇感。最后的休息站也是第7个，接下来就到最大的休息站山屋。
通过这里，今天的行程也将进入尾声。各位，现在剩300公尺。终于，我们抵达了今天的目的地——帕拉拉半山屋，又称半山山屋。一个算什么检查哨？对。然后还有厕所，哇，可以看到上面是高清的神山。也太好了吧 ！Oh my god！ 各位真的超级帅的啦。然后我就说了，只要我在这边，这个云就是不会过来，然后这一块就是挡在这边，它就是不会移动到我的神山。其实我今天看今天的天气也是阴天，但我觉得合理啊，因为云就是在这边嘛，所以它只要不要飘来神山，明天就是大景。等一下的话，我们会去今天的山屋。那我们今天住的山屋是位于是整个神山最高的山屋，大概3300公尺。我们到了半山，帕拉拉半，这边是海拔3272公尺，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停机坪。OK， 我们来到这个半山，神山的半山其实是蛮大的，所以现在我们这边方向的呢，是我们叫 Rabarata 的这个山屋。哦，是算最大的山屋。它可以容纳最多人，因为它很多层。哦，对，就全部沙巴的三岛贝夫，他们都是也住这边，对，然后我们每天的我们的晚餐，自助式晚餐都一定在这边，都在这边吃。对 ，OK。今天我们住的呢，就是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去，叫 Benden Hut。Benden Hut 是最高的山屋。对，最高的山屋。哦，看到了。然后3289将近3300。对。它也是马来西亚最高的那个邮箱呢，在这边你们可以寄明信片。酷。对，好呀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往山屋吗？他叫我们过去。我寄给生日的自己。你要寄给生日的自己？没错。好，那很好。还要寄给爸爸。好棒。这边还走过去给他看卡一下，然后 OK。好。那巴达拉半山屋的话呢，是我们来到这边的话，他们就会看我们的卡，然后他就会看我们是住哪一间。对，就会带我们去就对了。对。OK， 我们参观一下。大家喜欢这种漂亮屋子、新屋子的，大家1年前好不好来订一下？但其实也没关系，因为呢，你找 Avider， 你就直接问他们啦，他就是1年前请他们帮你订一下。对，我们今年毕业可以开明年的位置了。对，如果你今年刚好，你就可以预约明年的。好，走。还看到偶像了。不敢当偶像啊！你好。你好。马来西亚的观众是不是？对，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你，太开心了，这样太开心了，特别来爬这个神山，挑战一下。来。就在阿瑶带我参观半山不同的山屋时，竟然遇到了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们，非常开心，也很感动。在台湾以外的地方也能遇到支持我的观众朋友，真的很开心。还不错，蛮好玩的。我好喜欢这个上面的感觉，好漂亮哦。对啊，超漂亮的。开心，很开心认识你们。合完影后，我们继续参观山屋。这间绿色的山屋是神山上面最新盖的山屋，也是最豪华的。据说预约要1年前才有办法抢到。我们就先带大家看一下内部的情况。哇，你要上镜头吗？哇，你们的房间很好你好。那我们明天见。加油！拜拜。这边是很是神山里面最便宜的山屋，也是政府的。哦 ，OK， 这是最便宜的。它刚刚里面那些是很像饭店的床。对啊，我吓到。哇，他怎么把床垫搬？哇，那你去台湾爬山会不习惯哦。台湾的那个床都就是没有床可言哦。这是最便宜的山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可以做个选择啊。这个也很难抢，因为它便宜的关系。哦，便宜的关系，大家省钱会来住。借拍一下，它就长这个样。哇，上下铺。等够上下，视野蛮好。看一下。各位刚刚有看到里面的画面吗？阿瑶说这是最差的山屋，不敢置信。傻爆眼。大家有去过排云山庄，有去过天池山庄吧？对，都是。号称5星级山屋，也不过就是打通铺，然后铺睡垫，没有床，没有棉被的哦，各位。6公里就是这边。
3290，所以我们的山屋就是差不多3300。哇，这些都是新建的，绿色的，最难抢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到最高的。那这间私人的，它这间就是有提供钢索的服务。到了，各位，马来西亚最高的油箱。这不是每个人来马来西亚都会来到的景点，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双脚才能抵达。好棒哦！最高的油箱，这里就是登山哦。它现在封起来是让你还不能再上，因为中午上危险，它会起雾。了。好，那我们进来，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山屋。这边呢，鞋子要放这边，然后我们穿我们的拖鞋。哦，好，华语的领队就是舒服，对，直接帮我们就是沟通。OK， yang ini kan kami ada salah。人能哈是我们今晚入住的山屋，它是整个半山最高的山屋，海拔3300左右，据说也是唯一有热水澡可以洗的山屋。房间是上下铺，每间也有充电座。各位，因为这个山屋是比较贵的山屋，因为它是有可以玩的钢索，所以比较少人住，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山屋是没有住满的。风景非常棒，我觉得非常舒服。订这个山屋通常都一定会搭配钢索的行程，所以抵达山屋后就会开始跟大家做钢索的教学说明。这里都是用英文做对比。就这么巧，我们刚好遇到一对可爱的台湾夫妻档，于是我们就一起坐一桌啦。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在这个山屋里面认识了2位台湾人的新朋友。那他们刚刚看到我们的时候，其实就有如看到一个救赎的感觉，因为他们其实是自己报的，然后所以会有很多语言沟通上面的问题，还有一些文件啊上面填写问题。那因为刚刚好遇到我们是台湾人，然后我们这次有请到阿瑶是我们的华语领队，所以他帮我们搞定一切，然后顺便也就是救了我们。感谢啊，所以就是下次的话，其实如果有来神山有不认这计划的话，其实真的就是可以找阿瑶，找疯狂找疯狂 ，A B 的疯狂。接着我们要带大家参观半山上面的餐厅，这里非常的高级，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看。各位，哇，这边还有实验区。我们现在要进来这个半山的，算是一个食物吃饭的地方。这边有写一些时间，就是来这里呢，一定要拿象征你身份的 ID， 不然就会跟我一样，我又走回那个山头，我走回那个山头去拿我的 ID， 真的超累的，疯了。然后我们这个登山这边全部那种 hiking 的这个团呢，我们都会黏在这边，那 A B 的在这边，哦，在这，这么多团，对，可是都是小小大大，以前的都到现在都有在，他们都没有去移除它，就变成一个文化，好，这个文化。哇塞，这什么餐厅啊？这个view很好哎，哇塞！这个 view 太夸张了，这是什么？一个超级观光胜地。你不说，我以为是在什么景观餐厅。对，你看一下，这就是餐厅哎。滨海大整。半山的餐厅是采buffet自助式的形式，菜色丰富且吃到饱，光是这点就超级赞的。整个餐厅环境非常舒适，旁边还有大落地窗，可以边吃边看风景。认真说，这边真的是规划的非常好。然后那边好像还有卖一些东西。各位，我刚刚本来问说这个需要自己收嘛，结果他们又说完全不用自己收，他们就是全部都帮你收好，完全直接拿来桌子，马上就收好，太厉害了！我们现在要去拍夕阳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神山的山屋的旁边的这个观景台，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夕阳洒在那个云层上，而且这算是少数很不常见，就是这么厚的云海。然后那个颜色有没有超级漂亮的 ？Oh my god！ 伴随着厚厚的云海以及落日的余晖，我们在这欣赏了这一片美景。晚上我们买了明信片，并在留言簿上留下记录，也许大家去的时候也会看到。
经过一晚的休息，我们预计在凌晨2点半正式启灯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明天大概1点半会起床，然后2点会在外面吃早餐，然后预计大概2点半的时候启灯。各位，现在时间大概是1点47，然后我们已经起床了。那因为早餐是2点在外面就有，所以我们大概收一收就可以出去外面 stand by， 然后2点半出发。早餐，它早餐很简单，就吐司、果酱、咖啡，就这样，快速。快速吃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时间是2点38，我们准备要出发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人潮正在往神山上面移动。我们预计上去大概3个小时嘞，差不多。而且今天风非常的大，好冷。刚刚阿瑶已经跟我们说，就是他们好像是有人就是观察这些风很大，所以一定要非常穿暖。然后上去要3个小时，所以我们现在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快出发吧。现在是3300，现在3300，我们要爬到4000公尺的地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。我现在有点高山反应，所以他可能会走得比较慢。对，我们持续的往上面攀登中。今天非常多人，因为总共呢登顶的人数大概150人，但今天就差不多有140几人上山，所以今天算是一个非常拥挤的状态。由于今天的登顶人数算是全满，开始的时候又是陡上阶梯，前进速度十分缓慢，人们也自然的分左右两侧给连续上坡的跟走走停停的。加油！现在状况怎样？开心吗？一点点想吐。有点想吐。现在呢，我们持续的在攀登，然后因为刚刚小莫刚开始的时候状况比较有一点不好，但是他现在经过一点点时间之后，他就适应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慢慢可以超车了。我们下来这一段之后，就要开始往上一路攀上去。你可以看到，这沿路都是有非常多的阶梯，所以它步道是非常完整的。然后大家走到后段，其实距离就有拉开了，所以走起来就不会那么拥挤。那我们等一下会一路 Z 字形上去。随着海拔不断上升，地形越来越开阔。攀爬神山是我送给小莫的生日纪念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我们彼此互相扶持。这里就是有这种比较陡的一个地形，那我现在就往上爬。在我这边呢，我们走了7公里，这边是3653公尺，然后前面就是屋子了。继续前进，3600咯，这已经比很多台湾的百岳还要高了。继续前进，往4000前进，还有400公尺。OK， go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在4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沙亚的 checkpoint， 然后后面这边就是 checkpoint 了吧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呢，这个的话是马来西亚最高的厕所。超级酷的，它就是站在这个山崖边。4点，我们算是在我们的行程之内。好，继续前进。我们现在就是要给大家看我们的这个编号，还有我的名字，他会对一下。OK， 好。登顶的话一定要记得带这个卡，如果你没带的话，它就不能让你通过了，你就会白费1次山旅。千万不要留在山路哦。各位，你可以看到我后面，我现在已经在那个花岗岩的这个大平面的石头上面，但它的坡度就是越上面会越陡，然后它沿路就是跟着这条线，因为其实这旁边都是你要走也是没问题，但是会迷路，所以就是要跟着这条白线走。那接下来一直到上面都会有这个白线，对吧？就沿着这个就是指示，然后一直走就可以了。那下面如果下雨，你就会溜滑梯就溜下去了。随着高度不断提升，我的心情也越发兴奋。最后1公里的路，整段路都有白绳引导，其实非常安全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呢，差不多距离登顶大概1个小时左右。
时间大概是4点21，预计大概5点半上去。然后这边开始大家的落差会比较大，因为已经是对，然后空气也比较稀薄，所以大家会走得比较慢一点。然后你就沿着这个绳子啊，它这边很漂亮，这地形非常的特殊。等一下我去跟3800的牌子合照一下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3800公尺的地方海拔，然后这里也是相当于7.5K 的地方。然后这边整个都是有点寸草不生的大石头、大石块，非常的酷哎！通常3800已经是台湾前几名的百岳了，然后我们还要再上升至少200多公尺才会到今天的顶峰哦。神山上面有几个禁忌：第一，要心存敬畏，勿出言挑战神山神灵；第二，不可喧哗、大喊大叫；第三，不能取走神山的石头或随意采摘植物。据当地人说，也不能脱衣服。当年有群外国人曾经在上面脱衣服拍照，引发了山神的愤怒。后来地震的落石就砸死了一对外国游客，因此当地人对于这些禁忌是深信不疑的。这边已经非常接近玉山主峰的高度了，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，因为主峰是4095，所以还有一段小路。好棒哦，好高哦！继续前进。从8公里开始，大家的距离已经变得非常分散。小莫展开 S 型走法，在黑夜中一步一脚印的不断前行。我们已经走到4008公尺了，这里是8.5K， 我们距离上面大概只有100而已。然后我后面就是 Lost Peak， 然后其实远远的那个日出彩霞已经有一点点出来了。4008，各位，我已经超越在台湾主峰的最高高度了。现在我要再继续突破我人生纪录了，继续往前走。各位，最后的登顶之路就在上面了。各位，快登顶了 ！Oh my god， 快登顶了，就在上面了，最后一小段。最终，我们在日出前终于登上了 Lost Peak 神山的最高峰。我们在这里排队等着跟最高峰的牌子合影，同时看着远处的彩霞，心中升起无限激动。4095.2公尺，在神山的山顶，我们突破最新的最高的海拔高度了，好开心哦！太棒了！Lost Peak 海拔4095.2公尺，是 Mount Kinabalu 的最高点，也是我登山以来攀登的最高高度。我站在顶峰，环顾四周，日出的金光已经洒满整座山头。远处最经典的 South Peak 清晰可见，左侧的云海翻腾，右侧则出现金字塔般的神圣倒影。在马来西亚的最高峰上，处处是震撼，是惊奇，是难以言喻的感动。为什么热爱登山？为什么为山疯狂？从台湾出发，来到异乡土地上的最高点，我想我们都在追寻属于自己内心的那一份不可替代的快乐。眼前的美景千金难买，只有透过自己的双脚，才能获取此刻永恒的回忆。也是我想给小莫不一样的生日纪念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角度呢，就是马来西亚的钞票，多少？100令吉，100令吉上面经典的一个造型，就跟我本人就在这边，就跟我们台币1000块上面有玉山是一样的道理。OK， 我们终于看到他的本人了。对，我们要跟他合照一张。谢谢神山，谢谢山神给我这么棒的风景，让我成功挑战完成东亚的3座大山。也非常感谢 AV 的疯狂的协助。这是一群由大马年轻华人们成立的登山旅行团，他们主打的是中文领队全程陪同，并且都会携带专业单眼相机帮你拍美照，让你专心爬神山，不用担心太累没力气拍照。同时领队也会全程跟你讲解神山的故事，以及带你注意路上的新奇事物，并在结束后提供照片给大家。
如果你们也跟元堂一样想挑战神山，想去海外登山，你可以点选右上方连结，或是在资讯栏下方找到他们的报名资讯。我个人是非常推荐。我这次报名的是3天2夜的神山行程。不过如果大家要在结束后顺便在沙巴玩一下的话 ，Aviator 也有专为台湾人等海外游客提供包含是下山后的旅游行程，详情可以再跟他们联系哦。下山的路上是一片宽广有花岗岩组成的道路。这样的地形放到台湾，放到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。回头凝望神山，处处耸立着不同的山峰，每一座都有其背后的故事。而我们脚下所处的神山，更被当地原住民卡达山杜顺人认为是他们祖先安息的地方，这也是神山的小小由来。其实我们本来有报名钢索行程，但是山顶的大景实在太美了，而走钢索必须在时间内抵达集合点。我们无法放弃拍摄，所以选择放弃钢索行程。反正山依旧在，而且我太喜欢这里了。我想以后我还会再来2刷的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沙亚的这个 checkpoint。OK，thank you。这个沙亚 checkpoint。哦，然后下来之后马上就到了这个全马最高的厕所。我们必须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最高的厕所，豪华的景致。你在这边这样尿尿，然后就是打开来这样看，哇，这个 view 就是这么舒服。沿路的大景伴随着我们的下山之路。这个人他又觉得这一切太幸运，又觉得阿公火山也是大景，然后在马来西亚也是超级大景，然后我觉得我太幸运了，太感动了，就是太幸福了。尤其是我们排好的那种外国的行程不能改的，几乎都是云海日出。对，看看他的后面，整个都是大蓝天。太幸运了，我觉得。这个人已经开心到哭了。没有，是感性派。山的孩子。那你要不要去拥抱的？好，冲上去！耶！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看着一层层的阶梯，总是会钦佩自己凌晨是怎么走上去的。回到山屋时间约9点半，我们吃了点早午餐，休息一下就正式下山啦。然后一个是给我自己的，叮叮叮，平安寄出，平安送到。好了，我们的游山完成，现在我们要正式下山了。拜拜。我们在回程的路上特别寻找了这边特别的猪笼草。然后经过漫长的下山路后，终于再度回到登山口啦。Welcome back, you are a successful climber。这是一趟令我难以忘怀的海外旅行，从台湾的百岳到海外的大山，山的一切是让人如此着迷。在深山，我们获得了满满的感动，也让小莫留下不一样的深夜回忆。下山了，但我仍感觉到山仍在呼唤着我们，为山峰而狂。我想，我们都有一颗疯狂的心。我是元堂，这是我在 Mount Kinabalu 的故事。那下一次，元堂又要混哪里呢？这个阿瑶已经帮我们拿到神山颁发给我们的证书了，就在这里，恭喜完成！耶！你看我的名字陈映帆。OK， 耶，得到！谢谢 Peter， 不客气。谢谢 Peter 完成我这个爬马来西亚神山的这个任务，三亚的梦想，三亚三山啊，三亚三山的梦想。好啦，拜拜。